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。今天来说一说今年的热门水果 No.1，就是油柑。那这些就是我在附近能够买到的油柑的饮品，下面我来盲品一下。以下产品都是自掏腰包购买，无广告。挺好喝的，很清爽。这个有葡萄，感觉涩味更重一些。这个很甜，这个我觉得有点太甜。这也是比较清爽的。这个最酸涩，这个涩味非常明显。这个味道有点怪啊，好像有一点不属于油柑的味道。我还是最喜欢第一个。所有关于油柑的宣传都在强调它的回甘，那到底回甘是什么口感呢？且听我慢慢道来哦。油柑的正经名字叫鱼柑子，它的植物学分类属于腋下蛛科油柑属。那有一个别名叫做滇橄榄，就是云南橄榄的意思。但真正的橄榄其实跟油柑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，它们只是吃起来味道有点像。我最初就是通过这个青橄榄了解到油柑的。青橄榄是橄榄科橄榄属。那再多说一句啊，其实用来榨橄榄油的橄榄，它是原产地中海的油橄榄，是木犀科木犀兰属的，跟青橄榄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。那这里有一条2年前我发的动态啊，想了解一下有多少人喜欢青橄榄的口感。下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统计的结果，它的口感呢是入口很酸涩，咽下去之后3秒之内你就可以体会到回甘。那说回今天的主角油柑。其实也是这个感觉，它的水分比橄榄呢更多一些，口感更脆嫩，酸味更强烈，回甘也更明显。说实话，直接做水果吃是有一点勉强的，尤其是牙口不好的人，吃3个可能牙就酸倒了。其实我算是相对比较耐酸的人，大家可能看我的表情看不出来这种感受。下面我们请一个不耐酸的朋友表演一下他的演绎。其实，如果你能够忍受它刚入口的酸涩呢，3秒之后，传说中的回甘就会出现了。它是一种从喉咙口涌上来的又清凉又甘甜的感觉，并且可以持续很久。总的来说呢，我觉得油柑是一种很君子的水果，因为你咬它的第一口，你会觉得，哇，这个水果真的是好不谄媚，浑身散发着一种爱吃不吃的感觉。但吃完了之后，你仔细的回味一下呢，就能够体会到它内秀的品格。现在市面上的油柑呢有好多个品种，像我这里就有的偏酸，有的偏甜，尤其是这一种，它号称是甜种油柑，但其实入口还是以酸为主，隐约有一点甜，但回甘后返回来的那个甜就是非常的明显而持久的。那其实咱们喝茶喝咖啡的时候都会追求回甘，但毕竟那种感受比较微妙，就是你不仔细品会感受不到。但是油柑的口感呢？我单方面宣布它是回甘本甘，也就是这个原因呢，在这些饮料里头，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款，它比较忠于原味儿，没有加太多的糖，出入口呢是酸涩微甜，那回甘到来之后就是清甜又持久的口感。自己做油柑汁也超简单的，180克的油柑大力拍破，去核后大概只有150克了，加水250毫升。糖随你口味加，搅拌机打碎，过滤掉渣渣，加点冰块就好了。其实我就加了1咪咪糖，让入口不要太酸涩，又不会让回甘变得甜腻。想口感更丰富呢，还可以用冷泡的茉莉花茶代替水。或者跟橄榄混搭，橄榄也是一样拍破去核。跟杨桃混搭，跟柠檬混搭，都可以。那这几种水果呢，其实都跟油柑很类似啊，口感很清爽，它完全不甜腻，不会破坏油柑的那种君子的口感。
然后喝完之后呢，喉咙里头也不会有喝完甜饮料之后那种反酸，而是一种很舒服、很清凉的回甘。那再多说一句，回甘到底是个什么原理？其实我没有找到特别明确的定论。影响回甘的主要物质呢，可能有黄酮、有机酸、多糖之类的。有一种理论是说回甘是色感转化的，因为当你吃到涩的东西，你口腔里头局部的肌肉会收缩，形成涩感，然后等它放松之后呢，你就会形成一种甜的感受。那另外一种解释是说它是对比效应，就是当你吃到苦涩酸的东西的时候，你的口腔在这个冲击之下就会形成一种甜的错觉。如果你想要体会回甘，又不想忍受前面的酸涩，其实也有办法的，比如用油甘来炖汤。猪筒骨汆水后，油锅里略炒香，加水、姜片、葱节，炖煮1小时，加入油甘，再炖煮1小时。起锅前加盐或白胡椒就好。油甘的酸味呢会融入汤中，喝起来有一点像是酸菜在炖汤，很酸香开味的，但没有酸涩的口感。喝完之后就能体会到回甘了。青橄榄也是用类似的做法。橄榄炖的汤呢，酸味没那么重，还会有橄榄独特的清香，也是挺好喝的。或者还可以试试潮汕人的吃法，油甘轻轻拍一下。对不起，这是刚刚的素材放错了，再来一遍。不要那么大力哦，要轻轻的拍到这样裂而不碎。加5%的盐，搓匀。保鲜袋里放冰箱冷藏腌制1天。要看到盐都溶掉，出了很多汁水，这些汁呢能带走一部分苦涩。把油甘挑拣出来，放在罐子里。再加点南姜。南姜虽然叫姜，但其实没有姜味儿，闻起来其实是水果系的香味儿，就是切起来挺费力的。细细的切碎。1层油甘，1层糖。糖的用量大概是油甘的50%重。再撒点南姜碎，我还会加点陈皮，剪成细丝放进去，这样不断层叠。盖上盖，腌制1个星期就可以了。同样的，橄榄也可以用类似的做法，盐腌过，加糖、南姜、陈皮。腌好之后的油甘吃起来像脆话梅的口味一样，酸酸甜甜的，当小零食吃也很棒。YouTube 的观众们，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，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都会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